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持续来关心的就是川普。好，现在呢，他跟习近平要不要见面啊？好，我们看到川普最新的谈话，看起来是有见面的可能性哦，因为他直接讲说，他将在南韩跟习近平会面哦。当然，他希望到时会达成一份真正公平且伟大的贸易协议。而且他说已经获邀要访问中国了，可能会在明年相当早的某个时候。好，那如果呢，美中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哦，美国将会从11月1号开始哦，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155%的关税。有人说这川普又在情勒哦，也就是先喊话哦，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我就要再加征关税哦，也是从11月1号开始。好，但是呢，他有时候又会插口嘛，又说美中关系会没事的哦。他说也没有要摧毁中国，他对中国有很多手段哦，但说没有寻求要摧毁中国。那被问到说威胁对中国大陆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川普是说，这项关税不能长期持续，但短期可以撑一下。有时候就看不懂川普在想什么，而且他感觉有时候是把自己的牌摊上在桌上给大家看。好，那中国大陆实施稀土管制哦，现在德商哦非常的感叹。他说我们的欧气都是按季度计划，但是相较于中国非常的出色。他认为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着眼长远。因为呢，中国制定的是10年甚至是20年的规划，但是欧洲的企业都是按季度来制定的规划，所以他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他们认为就是中国这种出色的战略家所定结果，他们非常的感叹。好，那现在川普战是不是也算是川普占下风了呢？但川普一定不会这么想，因为他还没跟习近平谈嘛。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谈判，川普抛出了3个议题，包含的是稀土、芬太尼还有大豆。那他们也预计双方的代表团要在马来西亚展开新一轮的磋商。好，那川普也是有特别讲到说，我不喜欢跟他们玩稀土游戏。当然，因为稀土不是美国的底气，现在看起来稀土是中国大陆的底气。好，那川普也相信说美中可以达成大豆协议。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则说，贸易战、关税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双方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之下，要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的问题。好，那大豆其实也是川普心中的痛，我们也一直在讲嘛，现在农民这个大豆出不去，所以堆在粮仓里头，竟然还整个垮下来。昨天也带大家看了这画面。那现在这些红州地区这个川普当然是希望赶快把美国大豆往外销，但是我们看到最新中国海关总署给的数据说中国今年9月没有从美国进口大豆，这个是2018年11月以来中国进口首次降为0。那同时呢，中国9月大豆的进口量已经达到了1287万吨，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水平。好，所以呢，中国在9月大豆进口量达到这么多万吨，是从哪里进来的呢？就不是从美国嘛，所以可见中国大陆已经在往其他的市场在买大豆，这就是美国非常急的地方好，那当然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的关系比较紧绷，现在这个美企也是剉咧蛋。我们看到库克其实就已经到中国了。好，那到看库克之前，我们先看路透他有分析说，今年第3季的财报已经陆续出炉那全球企业指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在今明2年总计是超过了350亿美元。好，路透说这是7月16到9月30号之间数百份企业声明、监管文件跟财报的内容。那也看到全球企业其实在预估上面，今年的财务冲击的总额是210亿到229亿美元，那说明年则会接近在150亿美元，所以这个关税成本在全球企业上面这2年的成本相当的高。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库克嘛，因为库克他们在这个中国大陆市场也很大，所以像是苹果领涨助美股再创巅峰那川普也是善意，希望缓和美中的贸易紧张。
那现在费半又再创新高，这主要就是美国指数在周一的时候是齐涨。那像是道琼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还有费半，他们的涨幅都达到1.1%到1.6%。苹果更是大涨了3.9%，这创下去年12月以来首见的收盘新高。好，那当然了，现在美中科技的竞争之下，那现在两边下注的苹果也面临一个恐怖平衡的考验。好，我们看到库克从10月13号到现在，他已经在中国待了9天哦。好，那我们看到之前也带大家看到他的行程啊，包含去跟这个拉布布这边有一些会面哦。好，那苹果呢，在美中争夺科技供应链的控制这个斗争当中，其实面临一场非常微妙的平衡考验。因为尽管苹果已经将部分生产转到了越南、泰国跟印度，但是全球大多数的 iPhone 还是在中国大陆这边制造。那至少在目前苹果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没有减弱的迹象。好，所以呢，算是库克，也就是苹果在川普还有习近平当中必须找一个平衡哦。所以他在中国大陆这边还是得去。好，我们依旧也看到的是辉达的黄仁勋也同样有类似的感受哦。好，那不过我们要看到是10月底马上就要出现了川习会。好，应该就会在韩国的 APEC 场边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就说了，到底会谈什么呢？主要可能还是因为被认为大豆可能是川普是心中现在最急切想要处理的问题。我们就先问邱毅委员。在韩国庆州的 APEC 峰会呢，川普跟习近平大概是一定会见面了。但是见面以后，会不会有川普所期待的结果呢？我认为川普只能实现他一部分期待的成果，他没有办法全部一把抓。为什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两边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两边要得到的，就我们谈判学的术语，就是破裂报偿的概念。中国方面，中国现在哪有的武器叫做稀土，第二个武器叫大豆，而这两个也是川普最怕的。电视墙上不是有告诉你吗？川普说中国你最好不要用稀土这个武器，证明了他什么？证明了他最怕稀土。然后川普接着又说，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在大豆上达到协议。他已经告诉你了，他最在意的是这两项，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大豆，这个是川普的期待。那至于这个川普能够拿出什么武器，现在也明朗了。第一个，他一定会把芬太尼拿出来。其实在前面的第3轮、第4轮中美之间的谈判，不管在马德里还是在斯达哥尔摩，其实美国就已经提出来了芬太尼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诚意啊，百般刁难啊，到现在芬太尼没有解决啊。好，那现在川普又在行前又提出来说，如果这一次中美没办法达成协议，那么就要对中国课155%，而且是11月1号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他所谓对中国的惩罚条例。你认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中国稀土不会让，但是中国在大豆的部分，中国会做部分的让步。但是美国拿什么来换？拿芬太尼的20%关税来换。另外的，你所谓谈的155%那免谈，但是美国针对的晶片的管制也不可能放。这个大概是我所判断的，在韩国庆州中美的领袖高峰会可能得到的结果。那川普的谈判策略是什么？电视墙上也写得很清楚啊，吓一下，撑一下，先威胁。对了，吓一下什么意思？就是我常讲的叫纸老虎策略。我吓一吓你，我骂一骂你，给你施加一点压力，让你怕。
让你这时候服软。如果在服软过程里面，我撑一下，我就会得到我所要的东西的一部分。这就是川普的纸老虎策略。可是川普这一套啊，说实话，大家都研究得很熟了嘛，都熟的都烂掉了嘛，都知道你川普玩的就是这个啊。首先要吓一下人，压一下人，然后再称赞你一下，然后再让步你一下，再说你几句好话，这不就是川普的老招吗？川普这个老招，在这一次的韩国庆州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我认为会打很大的折扣。我最后一句话要谈的就是库克，不管是苹果还是其他的跨国公司，像辉达，他们所做的国际分工的布局，都是经过严谨分析的，不是你川普一个关税政策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一个库克已经告诉你了，苹果的 location 的选择就在中国，而苹果的选择就是一般的跨国企业的选择，就是一般市场的选择，也是经济战略的选择。所以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谈判的优劣势也已经展现了。好，袁教授，我跟你讲哈，我们中国人常讲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啊。那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啊，难怪大陆派去的谈判代表叫李成刚啊，就是说无欲啊。这个里头当中讲的，现在川普啊，他有3方面的欲望。第一个是他面子的欲望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不能够在面对美国在面对全世界的时候出现中国这个硬茬的欲望，他要克服它。然后第3个欲望的话呢，他要为美国未来的他自己已经要执行到一半的策略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那我觉得他这个川普的话呢，势必要软弱。庆州之面啊，不一定啊，确定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实际的结果。为什么哈？另外讲到另外一个文化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在中华文化当中，对于那个讲话不算话的人，说狼来的，我们从小有没有每一个人读书第一个故事就是狼来了，狼来了，喊到第3遍以后就没有人相信，那个小孩就被狼吃掉了。为什么这个结果呢？这个就发生在川普的身上。你只要跟中国人讲话不算话的话，然后你再发脾气啊什么的，你关税加155%是丢你自己的脸。其实川普在美国国内现在虽然是关门大吉的情况之下，他已经够麻烦了，但是他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就是美国的这一套对世界各国都有用，独对中国完全没有用，因为中国手上握有3张王牌。这个王牌，首先第一个的话呢，稀土是大家都知道，而且我自己敢大胆的断言呢，稀土啊不是5到10年美国可以追得上啊，10年、20年、30年搞不好都追不上。为什么呢？等一下我解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中国还本身有个王牌，因为它自己本身市场非常大，这个市场可以双循环，可以关上门，可以自己进行了世界贸易，不需要美国的情况下。然后它第3张王牌的时候呢，就是它除了稀土以外，你讲到芬太尼加税什么的，那个税本身来讲都没有意义的。我这边强调人工钻石粉啊，那个锂电池啦，然后呢，你自己所有的这个止痛剂啊，抗生素的原料啊，这些通通都是95%以上在中国的手里啊。所以说大家要了解这3张王牌下出现的结果啊。对于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个情况是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川普都急了，连他一开始讲的这句话马上要在庆州见面了，他讲说我们会达成很好的协议，然后那你为什么要谈到明年，而且还很早？因为川普在1月份一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俄乌冲突24小时结束。第2句话，我马上到北京去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自己慢慢会注意到他的欲望很多，而且变得很软弱。川普现在是越来越taco，越来越低的这个 MAGA，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以前那种方式打交道的方式，对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用，独对中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中国跟川普下的是围棋。就是这个围棋会把你围死。那川普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呢？就是增加军事预算，增加军事预算的话呢，跟你竞争那个结果的话呢，越比越惨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不用发生战争，美国自己就开始面对非常大的财政上的麻烦。对中国下的是围棋的话，这个川普不会围棋，所以可能在战略上面会输中国。好，我们请问将军。
孙子兵法有一句话，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那他讲一句话叫做“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则患可除”。也就是说，你在作战之前，你必须要通盘的考虑，很这个客观的评估自己到底有多少武器库，我的强项在什么地方，我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同时，你也要面对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的优点，你才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优点。那你的缺点，如果你事先都已经知道的话，那你会因为你的缺点而受到伤害的，你才可以避免让伤害降低到最低。这个是中国人的智慧，古老祖宗孙子就已经讲了。那我们看一下川普这一次来讲，他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打这个关税战。那大家看看为什么他一直塌口，就他一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哪些武器，他也不晓得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现在，所以他每天变来变去，突然觉得他自己的晶片是他的强项，他用晶片要对中国制裁，但是突然晶片这招打出去之后，他没想到中国反击的是他的稀土、黄豆这几个软肋的项目，而且这几个软肋对美国来讲根本就是他的死穴中国就是往死里面打。所以我认为川普来讲他这个贸然的跟中国进行这个所谓的关税战，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弱项。我们讲这几个，譬如说稀土来讲，中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稀土？195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研发稀土了。那时候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他就已经将稀土这个提炼的工业和工艺来讲，列为国家一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工艺来做发展。那甚至于江泽民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有晶片，我们有稀土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发展了。那稀土来讲，当然是高污染的工业，但是中国为了发展，为了经济它可以忍受这种高污染。那相关的美国来讲，2015年的话，由于这个稀土来讲会造成高污染，所以它停下来，它就不再提炼。那中国在这段时间不断的进步。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大豆美国有多少豆农呢？有50万。现在来讲，前2天传出一个这个不可思议的，美国的那种大豆存储在它的谷仓里面，那谷仓居然存到爆炸不是爆炸了，就是摊掉爆出来了，摊下来了。可见呢，它的这是大豆1分都没有卖出去。然后我们讲说，库克来讲，全球企业说今年关税成本达350亿。各位要知道大家评估过这个关税很多的成本最后是谁吸收？是消费者在吸收，消费者吸收55%以上。那我觉得美国来讲，这一把关税战很可能造成自己这个老百姓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要伤害别人，就自己反倒受了更大的伤害。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来。好，还是要关注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交战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非常有底气的就在稀土也让美国屁屁错。好，现在美国也在想方设法要绕出这条道路。我们看到他跟谁合作呢？就是澳洲好，要降低对中国的稀土依赖这美国跟澳洲也签署了关键的矿产协议。好，我们看到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20号就在白宫举行了首次峰会。好，双方就签了关键矿产协议希望能够削弱中国现在在稀土供应链上面的一个主导地位。那同时，川普就承诺说，我支持澳洲获得核子动力的潜舰，要强化的就是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好吗？那看到啦，这个澳洲跟美国之间也算是有一个在交易的状态好，那路透社就说啦，协议提及了美澳将在未来半年内共同投入的是10亿美元，那启动总额要达到85亿的美元供应链建设。那计划也要携手日本参与相关的项目。好，彭博社也说，澳洲目前确实是全球第4大的稀土储藏国，那长期致力于成为中国以外的替代供应来源。那因为澳洲呢，他们也有这个 AUKUS 的安全伙伴协议，所以我们也看到，这川普目前也是公开的支持那也确认澳洲将在2032年之前获得美国制造的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舰，而且计划之后要跟英国共同建造新舰。好，但是呢，澳洲它跟美国现在有一个合作，但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确实有点紧张，因为澳洲的 P8 巡逻机在南海遭共军苏35的投放热焰弹干扰。
好，所以呢，现在澳洲政府就向北京来进行抗议哦。好，那这件事情呢，这个澳洲政府向北京表达了对这样不安全、不专业举动的担忧。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这边的回应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就说，澳洲的军用飞机是非法侵入中国大陆的领空，所以他们当然有权来进行驱逐。好，所以有看到澳洲现在跟中国大陆算是在南海关系比较紧张一点。好，但是现在美国这里呢也是非常的乱。我们知道现在政府停摆已经大概是超过3周的时间，但是呢，川普他心心念念的竟然是重建白宫东翼，然后他砸了77亿他说这150年的梦想已经实现了，说这是一个白宫舞厅他有一个遥远的梦，竟然是要来建造这个白宫的东翼。好，那他自己也在社群上面说，很高兴白宫园区的新舞厅正式动工。他说这是150年以来每任总统都梦想拥有的设施，哇，如今终于实现他说这项工程没有花你们美国人1毛钱资金都是由慷慨的爱国人士、伟大的美国企业以及我本人共同出资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白宫东翼打造成白宫舞厅。但是现在政府停摆，大家说还是有浪费之嫌因为看到国防部长，也就是他们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竟然是做了这个捍卫战士的这个战机表演好，这是华盛顿邮报所报道说，在当地时间19号就发现赫格塞斯坐在 FA-18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后座，参与内华达州法伦海军的航空训练基地的飞行表演，甚至呢这一架呢是描述为捍卫战士的这个战机。那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花费也高达了1.72美元。好，那这个部分为部长这边购买了2架豪华湾流的私人飞机所以大家就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浪费好，我再次补充，这是高达了1.72亿美元所以真的让大家看说，不是关门了吗？怎么还这样子花公帑好，那川普也说将派兵到旧金山，让他再次伟大。现在加州州长是反呛说，没有人要你来啦。好，那川普这边讲说，这派兵计划下一步就是要派到的是三藩市。好，此举会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伟大。但是其实蛮多的民众看的是讨厌的所以还有很多反川普的示威行动正在持续当中。但是川普很常他口嘛，现在这个 H1B 的签证指引又更新了，他说这300万台币的签证费只适用在美国境外。那首次申请 H1B 签证也就是说已经在美国境内申请的人，比如说想要转换成 H1B 的签证的在美留学生他的雇主不需要帮他支付这笔300多万的台币费用，所以又有一点转弯。那我们还是要看回中国大陆这边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行4中全会了。那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新质生产力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就表示接下来15-5的时期会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凸显了战略的位置。但是之前这个李成钢不是就被美国财政部长批嘛，说他不请自来，就他确实也被习近平免除了很多项职务所以大家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不是也为了4中全会在腾位子因为现在说解放军有36个将领2日之内遭免职。那很多的部分现在外界都相当关注，是要稳定政权呢，还是要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解放军报的社论也强调说，这是深化军队反腐的斗争重要行动，要彻底清除害群之马，确保枪杆子永远听从党的指挥。那解放军报也从社论当中也讲到说，这个之前落马的9名上将的定性也能察觉出这9人似乎不是单纯的站错队他们说提到严重破坏了党指挥这个枪的原则，跟对全体基层官兵的思想工作造成了影响，他们的表述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还是先看到现在澳洲跟美国要签一个矿产协议，着重的还是在稀土。先问委员。中美在进行博弈的时候因为中国握有稀土的武器，让川普头疼不了，所以川普一直想要能够降低中国的稀土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他去找到格陵兰，格陵兰有稀土的储量，
后来又听说乌克兰的乌东顿巴斯也有很多的稀土的存量，所以不是跟泽连斯基又搞了一个矿产协议吗？那后来日本呢，赤德亮正到白宫谈判的时候，嫌识破茂之命，又跟川普提到说，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有个蓝鸟岛，海底也有丰富的这个稀土的储量。可是说实话，中国大陆的优势不在稀土的储量，中国大陆的开采的优势还不如它萃取的优势，而萃取的优势又不如它精炼的优势。中国大陆在萃取跟精炼稀土的这方面，美国至少10年是赶不上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透过了萃取精炼所得到的中重稀土，中国大陆占了90以上啊，9成以上啊。所以你现在去跟澳大利亚、去跟澳洲合作有什么用呢？好，第二个，李成钢曾经被贝森特批评，说他不请自来，说他是战狼。大家觉得李成钢这一次被调动职位，那是不是代表阵前换将？我告诉大家，这个叫疑兵之计。我们在搞谈判常常玩这一套嘛。疑兵之计就要从烟雾中看到实质。李成钢最重要有2个位置，一个是他的恒常性的正职，叫做商务部的副部长，他在商务部仅次于王文涛之下。第二个是中美谈判的总代表，这2个位置都没换啊。所以把其他的加以异动，不代表阵前换将，美国不要太高兴了。好，最后一个，我来谈一下，川普现在在玩的叫做我们在企业并购学里面最常谈到的叫毒药丸策略。为什么？我们常有2句话，有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不要图一时，要图千秋。但是也有人说没有所谓的短期，哪有长期呢？这是凯因斯说的。也有人说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在搞毒药丸策略的人，那就是在短期内我把你资源耗尽，我在短期内有多少资源我都用上去，这个叫毒药丸啊。我弄出一个烂摊子给你啊，你民主党要不要接手？你纽森要不要接手？川普玩的就是这一套嘛，就是所谓的消耗战啦。将军，对了，就是消耗战，没错。好，将军，赫格塞斯坐在 F-18上面，这种心态我来了解了。这就像是我们汉光41号演习的时候，总统府那2个女生一个办公室的主任陈义玲，还有一个发言人郭雅慧，穿个军服在那里晃荡就是因为他没有当过兵，他觉得穿上军服要去摆拍一下。这赫格塞斯，我问你，你国防部长，你坐在飞机的后座上面上去飞这一趟，你对你自己美国的建军有什么帮助？纯粹就是把美国的空军把战机当他的玩具上去玩一趟，过瘾一下。我想这种心态，我想所有人都了解，因为这对你建军没什么帮助的。那另外来讲，我觉得澳洲这一次它的这种 P8反潜机在这个地方被中国的解放军的军机用这个热液弹驱离，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来讲，以前澳洲他每次用 P8反潜机，为什么 P8反潜机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这个地方是三亚海军基地的前面，然后这一架解放军的战机是从西沙的永兴岛上面起飞，因为从这边出来的话，大部分都是潜舰很重要一个航道在这个地方。那澳洲来讲这个艾班尼斯为了表示他对美国川普递上他的投名状，表示他对美国的效忠忠诚度仍旧还在，所以他用 P8反潜机想要去侦察中国的核潜舰在三亚地区的成军的状况或者航行的状况，想要来做侦察。那当然对中国来讲绝对不可以接受，我一定要把你赶走，不然的话影响到我水里的核潜舰的一个这个演练，当然会影响到我，所以他对他实施驱离。但是驱离来讲，你有很多种手段，之前来讲还用雷射枪这是用热焰弹，表示动作是非常激烈的。
如果热电站一不小心会把人家飞机搞下来的。但是我相信中国来讲，就是代表说是 P8反潜器一定是非常靠近，然后警告距离你也不走，所以他才用热电弹硬把它赶走。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南海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是寸土不让的。好，我们接着问苑教授。美国加澳洲发展稀土的行业，要达到今天中国这种效果，我刚刚说过，不是5年10年可以达到的。我在这边做进一步的解释，让他们会发觉说，真的是很气馁。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历史，它需要时间的累积啊。就我所知的话，1992年邓小平就强调啊，就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方面。我一直在强调下围棋的概念，就中国基本上的话，非常像是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鲁国人如何被齐国人灭掉，就是管仲出计啊。那时候呢，鲁国有非常好的树稿，叫这个鲁国的织品，用高价来买它，买到什么？买到鲁国人不种粮食了，这个就是个计策。后来突然不买了啊，这就是大斗。所以说产生这种结果的话呢，现在稀土突然不给你，然后你要发展，这是历史。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技术。技术我不讲了，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网络上徐光宪讲的那种萃取稀土。为什么？因为稀土是一群烂泥啊，原来根本都不知道它怎么作用，大家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彩色电视原来彩色不鲜艳的时候，加了稀土才变得鲜艳啊。所以说那之前的话呢，你长得美或丑都看不太清楚。电视上现在一照，哇，非常清楚，就是这样来的，是技术。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成本，什么成本呢？环境成本。我跟你讲哈，我刚刚对于这个川普讲的说给澳洲什么核能潜艇后，我就觉得很难过了，因为大家都在批评我们这个核试搞到一半都不盖了，反核的那些专家跑哪去啊？啊，难道的话呢？什么叫做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啊？就是不扩散条约呀？怎么都没有了？台湾以前的反核专家一大堆啊，李义雄你总不带着斗笠再出来走一趟啊？抗议川普啊，那么在南太平洋扩散啊，对不对？你现在搞到这种情况下，让澳洲啊在发展，那个环境上的成本根本无法想象的。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文化。你在澳洲跟美国，你根本找不到一群人啊。今天上午我跟一个同事在讨论，他讲说，发展芯片的过程当中，就是技术发展稀土也是靠技术。我说有很大的差别，什么样的差别？你发展芯片的时候是吹冷气发展的，你发展稀土是冒着大太阳底下开采的。这个是非常差别非常大，所以说请大家要了解，要在追赶。另外的话呢，我讲一下这个李成钢，我被免职，大家直接看到好像误解，以为说是贝珍特一骂李成钢战狼以后，李成钢被免职，错误，刚好让他安心静静的，不要从这再把调回来，好好的针对美国再成钢啊，再来一次啊，让美国知道什么叫硬。好，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不请自来这句话，让中国大陆好，那就让他专心的在跟对美的事务上面升官了，反而是升官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要赶紧带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邻国，也就是日本这边哦，选出了新任的首相是女性。好，我们的高市早苗，她是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出炉了，获得了237票当选哦。好，那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就被视为是安倍弟子哦。那她对于华的政策是否会有别于当时她当议员哦？所以呢，现在大家很关心哦，她对中国政策会不会改变？要如何的处理起伏伏的中日关系呢？好，那当然中日关系大家也很关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微博热搜上面哦，在第2名日本迎来了首位女首相，好，第5名、第6名也都是讲到高市早苗当选首相的事情。好，那当然我们还要再关注的就是现在川普跟印度之间哦，之前川普不是才说吗？印度现在说要停止购买俄国的这个俄油哦，但是哦，现在呢，这个莫迪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打算哦？目前还不明朗。但是哦，川普又威胁哦，说，如果印度没有履行这个承诺，就会继续支付巨额的关税哦，又是刚刚邱毅委员说的纸老虎政策。好，那俄国的影子船队哦暴增到1400艘，那欧盟现在要扩大制裁的行动哦。那当然现在也说，不仅持续的这个支撑俄国战争经济，也对全球环境跟海事的安全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那欧盟也挺2028年前要断俄气哦，那说2026
2026年他们会先签一个这个禁签新约，然后过渡到一个2028年。好，那现在欧盟也估计二石油的进口量已经降到总进口的3%，但是俄国的天然气仍占大概是13%年金额超过了150亿欧元，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马上，但是要逐步的来进行。但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还在持续当中，那到底是不是把乌克兰当棋子？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泽伦斯基到白宫，但是这一次川普没给他好脸色，是直接说要割地止战否则就会面临毁灭。那欧洲官员说，其实这场冲突不是特别行动，称不上战争。那他转述的是川普的说法。他转述的是普京说法，而且警告说乌克兰如果不妥协，将会面临一个毁灭。那他们就说现在俄罗斯经济很好那说川普也在公开警告普京说俄国经济快要崩溃的谈话，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好，那主要还是要看到说之前不是说要提供战斧11飞弹给乌克兰吗？但是现在说已经遭到川普的拒绝，就在跟普京通完电话。好，那跟白宫这边见过面的泽伦斯基如何呢？我们看到他真的是被冷漠，可怜。好啊，真的可怜他看到一个画面是白宫外围他在栅栏的空地召开记者会好，只放了一张小桌子那这可能也是代表一种无声的抗议。好，那现在到底是不是要把这个顿巴斯给普京川普是不是有叫泽伦斯基这样做？但是川普说他根本没谈这个，但是他有讲说，我想78%的土地已经被俄国占夺，不知道他想讲是什么，是不是说原本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好，那卢比欧跟俄罗斯的外长也通电话讨论，希望能够落实川普跟普京的对话共识好，但是两国都还没有透露更多的通话细节，但是接下来他们两个也说要见面嘛，所以大家也在关注。那泽伦斯基也说要跟川普会面非常的积极正面，但是川普也质疑说乌克兰到底能不能赢得战争，所以我们才说嘛，是不是真的把乌克兰当成一个棋子呢？好，那美中的军事角力也是大家关心的。我们大家看一下，这美国加速的打造舰载型的中程僚机，然后通用原子也是确评中选，说这可以带动舰载航空兵力的革新，巩固未来空中的作战优势。但美国海军也坦诚说，哇，建造一团糟那韩企也提3招要助美国重振荣光好，那韩国的这2艘造船厂其实就是替南韩海军建造世界上评价最高的一些军舰，而且都能准时交付，也没有超出预算。所以这2家的造船厂高层就说，已经准备好要跟美国海军分享这些技术跟专业的知识。那霹雳15E的这个机密遭到破译外媒就说逆向工程成功，印度算是整合到了这个导弹上头好了，这个导弹呢就是阿斯特拉 MK2 型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来进行整合，好，进一步要提升导弹制造的相关技术，也会改变南亚地区的空中力量平衡。好，一样回到了刚开始我们讲到高市早苗现在日本有首位这个女首相出现，我们先问邱毅委员。终于让日本通可以讲讲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第1个女性的首相，那她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其实很多人预测，她很可能是个短命首相，能不能撑过1年都很难说。我们来看看她的得票，她的得票是237票。我其实不需要看资料，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的237票的结构是什么？196票是自民党，另外还有维新党靠过来的38票，再加上更右翼的参政党。参政党在参议院里面现在是第3大党，但在众议院它只有3席的众议员，加起来237。而这237里面，我可以告诉你，参政党是极右翼，然后到了维新党，它也是非常右翼的，然后自民党呢，基本上在高市的领导之下，一定也是走向右翼的倾向。好，高市第2个包袱是在自民党里面，因为高市本身大家都说他是安倍的弟子，安倍最喜欢的人不是高市。安倍最喜欢的人是
稻田朋美，就是安倍担任首相时候的防卫大臣。但是因为稻田朋美已经离开了政坛，所以高市就成为安倍系统、安倍派硕果仅存的一号政治人物。那他现在谁在支持他呢？就是在日本政坛被叫做万年老狐狸的麻生太郎。麻生太郎在掌控着高市啊，而麻生太郎在日本的政坛里面，他等于什么？他等于黑金。自民党为什么形象大伤？就是因为黑金的形象，而黑金主要指的不就是麻生太郎吗？所以在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散派系。他要解散派系，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就是剑指麻生太郎。可是麻生现在又借着高市没有派系支持，所以借尸还魂，麻生太郎又活出来了。现在在自民党里面，高市是总裁，副总裁掌握一切真正权力的就是麻生太郎，而担任干事长就是等于秘书长，最重要的就是麻生太郎的大舅子。所以基本上麻生太郎、麻生派已经掌握了整个自民党的运作，所以自民党是现在的高市领导的新内阁，他一定会往右翼的倾向走。这一来的话，很可能整个西太平洋又要横生波澜了。我最后谈一点这个川普的问题。其实我在上个礼拜五啊，也一样在一轮的节目我就预测过了，我就说川普不是吹牛吗？说印度的莫迪已经同意要不买俄罗斯的石油，我说这一定又是纸老虎策略，又是吹牛的。这个莫迪根本就没有同意嘛，现在证明了你上个礼拜五的预测完全精准。这个基本上啊，川普常常是采取所谓的我先给你喊价，喊得很高，然后再慢慢的还价。那如果我撑一下，吓你一下，如果能够得逞，那当然川普就如愿了。这就是川普一贯使用的谈判策略。好，刚才苑教授有特别听到这个泽伦斯基摆一个板凳在白宫外，说可怜呐，觉得可怜。我跟你讲啊，我们中国人讲自取其辱啊。我跟你讲，泽连斯基这一次到华盛顿啊，第3次啊，刚好有3入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普丁怎么会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讲的事情的话呢？里面的第一句话，我要是给几千枚的战斧导弹给俄罗斯，你介意吗？那废话嘛，当然介意了，你要试试看吗？然后拉夫罗夫就讲了，那么美俄开战那还得了，对不对？好了，然后呢，川普马上呢就是碰到泽连斯基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啊，外电的报道有很多讲，川普拿着乌克兰地图往地上甩，满嘴脏话啊，泽连斯基在那边的话呢，简直窝囊透顶。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乌克兰的总统，好歹人家也是总统。就是乌克兰人啊，在这每一天到我现在还在基隆路跟那个信义路交汇口那边就举着旗子，我们大家都看到，对不对？那个呢，你们的总统被人家侮辱成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呢，川普呢，基本上是一个洋模，他有他的副案，他的副案是什么？他的副案就是劝泽连斯基乌克兰被占领的地方都不要了。顿巴斯是整个乌克兰的工业区啊。当然，我必须强调，这个俄罗斯本身吃下来的不会还回去，这个也知道。但是川普本身一直是认为说，只要满足了普丁的需求，只是他当初没有想到普丁的胃口这么大，讲了一大堆。因为川普会骗人，普丁更厉害呀。要比骗术的话呢，说这样的话，川普的智商大概就90到100。那普丁大概是150到160啊，就是耍他耍的团团转啊。走的时候讲，就不要大家记不记得 next time in Moscow， 对不对？然后现在突然就好了，马上开始进行攻击，一直打到现在的话呢，2个多月下来的话，从阿拉斯加见面，然后泽连斯基的话呢，他实在是讲。然后另外我要讲说，对这个影响有3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美国本身来讲只想要好处，然后不想要付出任何东西。然后那个 BBC 讲的说，这个泽连斯基 left with empty-handed， 就是说空手啥都没有，被羞辱一顿。然后第二点，整个欧洲全部傻眼了啊！现在就川普基本上是这种态度，那整个世界的和平的话呢，还能够指望美国。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俄罗斯真的是
不得了，本来普丁都快垮了，你知道吗？啊，现在呢，一下子因为川普的关系，让他变成俄罗斯的英雄。我跟大家强调啊，所有的领袖人物啊，除了要表现坚强以外，你只要打了胜仗，你就是好领袖啊！你只要能够开疆扩土，你就是好领袖。从汉武大帝到唐太宗，是不是都是这个道理啊？没有例外。我们现在讲的好皇帝、好君主、好什么彼得大帝啊，就讲了一大堆，通通都是能够开疆扩土的人，就是好领袖，就是好皇帝。什么叫坏皇帝呢？就是割地赔款，就是坏皇帝。事实上来讲，我们严格来讲，清朝就没什么坏皇帝，但是因为他割地赔款，我们就认为从道光以后就没有好的东西了啊，没有好皇帝，所以普丁这一次完完全全被川普救了，你知道吗？这个有多严重啊？因为普丁是用打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这个跟世界和平、这跟公理正义是完全背道而驰啊，完完全全背道。好，将军，从这个川普对泽伦斯基的态度，我认为今年年底以前，俄乌战争就会停战。第一个，我们看到在外交上面，泽伦斯基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协助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后续的战力是根本就是没有。那我们也知道，整个俄乌战争，事实上乌克兰所代表的只是美国的代理人在打这场战争。那主角都不打了，你这个代理人有什么好打的？这是从外交角度来看。第二，从战场上面状况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现在也快全体的战线都快撑不住了。如果说是他愿意这个停战的话，或许他还可以保住，除了顿巴斯会割土之外，其他还可以保住。如果说他不割土来讲的话，他不愿意停战，后续来讲可能连他的基辅都会被打下来。现在来讲，整个战场上面大概2个地方，一个是北边来讲的话是库皮扬斯克，现在来讲乌克兰有5个旅在这边被包围住，然后可能撤不出来。现在泽伦斯基已经下达命令要将这个5个旅撤出来了。那另外在南边红军村方面的话，这个俄罗斯已经占领了60%的城区，而且占领的城区都是主要的高大建筑物，也就是说它可以砍制整个红军城。所以我们从战场上面的状况，一直到外交的形势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是今年很可能泽伦斯基就会被迫接受川普的条件停战。那第3个，我们看一下川普现在来讲要跟普京在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他们2个见面要谈什么？如果说毫无进展的话，2个人是不会见面的。这时候见面代表说是川普已经帮普京这个压迫泽伦斯基接受停战的条件了。所以这时候我想，川普如果说是跟普京在布达佩斯见面来讲的话，可能这次来讲他逼着泽伦斯基非要吞下这个苦果。那当然，泽伦斯基后续来讲要思考一下，你后续怎么办？你要不要流亡？要不要逃亡？因为你留在国内，会不会自己国内这个后续来讲的话，甚至于被暗杀的可能性都会很高，甚至于被推举一个新的总统出来都很高。那我们再看一下欧洲有没有可能帮他？欧洲也不可能帮助他。我不是讲北约，包括整个欧盟来讲，他们今天最新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各位想想看，怎么可能？他说叫乌克兰再打3年，他们支援乌克兰再打3年，乌克兰怎么可能再打3年？他说3年之后，我们欧洲国家可以做好对俄罗斯的战争准备。这是欧盟讲的话，不是北约，是欧盟讲的话。那各位想想看，欧盟现在来讲，连支援这个军事金钱上面支援都非常的困难，那你教他怎么在军事上支援？尤其是各个国家各怀鬼胎。